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这些自由派的倾向民主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认同哈耶克的这种思路，就是一种类似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他们从哈耶克的这逻辑里边，他反对独立工会，反对最低工资，他甚至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也非常反感。对这个社会福利制度也有很多抵触，所以就是您对中国的思想、社会思潮、政治思潮也一直都有很多关注。那么如何评价中国的这些最主要的思潮，自由主义、新左派，还有国家主义等等，新儒家。那么中国有哪些最重要的有影响的思潮，然后你如何评价他们的影响？比如说思想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新左派非常支持很穷的农民工，靠他们的思想资源来发挥新左派的思想力量，但是他们的这个特点啊，都是抽象的，没有实际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实际的落实能够落实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政策等等。这方面的话呢，还是自由派。自由派，我所说的自由派的意思就是，我的同伴，在中国国内的同伴，伙伴，都是反对新左派的抽象的那个思想，而支持，怎么样能够现实的改变这个工人自己的工会，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场所的自己的劳工条件等等，通过这样的比较现实的政策来改变工会运动，这样的人比较多。所以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同意自由派的思想，但是实际上是反对新左派的思想，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这个自由派的一个框架之内。对，就是很多人也观察到了中国的新左派，他们只是在抽象概念上，在理论上强调保护弱者呀等等，但是在中国现实当中，实际帮民工说话的、帮农民说话的、帮弱势群体维权的，都是自由派，而就是反对新左派的这一批。是，对，实际上是落实政策的话，还是靠自由派的这政策才能实现这个新左派的思想嘛。所以他们都缺入这个实际的思想，实际上的政治态度啊，是比如说王慧的思想，在我看来都是通过国家这个党国的思想来支持他们，让他们支持新左派的思想，这样的非常明显的矛盾都在他们的思想里，但是
中国国内的比较有良心的这个自由派的学者的话，都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呢，对外日本学者、日本知识分子包括在内，在国外的话，新左派的这个误解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直到现在还在日本也有。我已经加以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然后写了几本关于批判这个新左派的思想之后，日本人也慢慢了解新左派哪里有问题，但是并不意味那自由派是完全对吗？是两码事。有些学者还是支持新左派的，因为这个自由派是跟欧美，尤其是美国，一个所谓反共的政府来支持的一个思想趋势，这个也有问题，这样想的这个日本学者比较多。对中国的新左派，它有很多论述是强调国家的力量、国家的能力。那么，它和保护弱者的这种左派的初衷，应该说是一个矛盾的。对。那但是呢，在自由派，在中国的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我观察到，它又有不同的倾向。那就说绝大多数，应该说大多数中国的这个自由派，它是一个右翼的自由派，更倾向于市场，更倾向于这个小政府，然后呢对这个福利有着特别多的警惕。而在近些年来，就是在2000年之后，关于美国总统选举，关于川普的现象，那么这个有就是少部分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所认同的是左翼的自由派，就是这更加支持理解西方的进步主义，包括性别平等、种族平权，包括环保。那尤其是比如说移民，那像这个对社会福利的态度，也是和这个右翼的自由派有很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就是左翼的自由主义，它和中国的新左派更强调国家主义的这个新左派，又是非常不同的，是完全相互不会认同的。对，就是所以这应该说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应该说是中国思想发展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自由主义者、这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走向右翼，那有一些走向保守主义，但是呢，这个左翼自由主义的论述开始越来越清晰起来。我同意你的想法。对，那您曾经提到过，在日本思想界的光谱下，你说对右派来说我是完全是左派，对左派来说我又似乎是右派，那能不能解释一下这里边一些微妙的地方？这个提的很有意思。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我刚才说那样啊，也非常非常独立的一个学者，思想上是比较顽固的，也可以是顽固的。
好是好，好是好，坏是坏，不能够全面相信一个总体的思想结构是这样的人。那么在我看来啊，现在日本知识界里有力量的左派，还是70岁以上的，70岁80岁也有些还在90岁以上的还在忙，他们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左派，顽固的左派，就像毛左吗？应该是毛左吧。和毛左想法差不多一样的人还在的，还存在，而且力量很强。他们把我视为一个右派，是因为我这个坚决反对他们的这个老的思想，尤其是批判斯大林的人很多，但是并不是因为毛泽东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分派，这样的想法是比较例外的。我是认为这个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还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框架之内应该在这个一样的框架之内的理解为斯大林主义。所以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对我来说全面否定的一个思想。但是呢，很多日本左派，斯大林和毛泽东要分开的，因为毛泽东是这个当时的中国是和苏联也不一样，和美国当然不一样，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第三个中立的左派，所以支持毛泽东主义的左派是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但这一点是跟中国的情况是差不多，也跟这个美国的情况也不一样。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当然反对，因为我相信马克思的思想，但是并不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如果说主义的话，毛泽东主义、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的什么主义都在一样的主义的框架之内被理解，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说出来这样的话，从左派的人来说的话，我是属于右派的，也可以说反共的。这个批判他们的思想是反共产主义，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反共产主义。我当然是反对极端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想法思想，所以也可以说这方面可以说是反共，但是我并不是反对马克思本人的原来的思想，恰恰相反，我非常非常支持马克思的本来的思想嘛，所以已经有矛盾嘛。但是呢，这样的认真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对右派的人来说的是，哎呀，石井先生，为什么你这么对马克思，一直到现在还研究马克思呢？马克思、列宁
斯大林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你是这方面的保守主义，那对他们来说，我算是左派的怎么说呢？比较例外的左派，所以对右派来说是左派，对左派来说我是右派，那都在我来看的话，都无所谓。我自己有我独立的想法，但是呢，我这20年之间已经写过了几本书了。慢慢周围的人，周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年轻的读者就把我理解，把我的思想理解，慢慢就这样的思想算是误解，这样的想法就展开起来。谢谢。对，我比较好奇的是，对于日本的毛派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他走的不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走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毛派，他肯定要反对这个资本主义道路，好像习近平。像邓小平之后的这些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对于那日本的毛派来说，他们如何去看待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呢？现在的毛派是越来越没有这个思想力量了。因为我像刚才说的那样啊，他们都老了。虽然是现在还有一定的这个强的这个势力，但是慢慢减少了。他们或者是已经去世，或者是数量越来越少，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强的力量了。但是呢，换句话说，新的思想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新的，但是新的想法，能够理解的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大多数的妈妈就开始理解我的思想，我的立场，但是并不意味他们都能够支持我的思想，我的想法。所以我们这个日本的思想界是在这么一个一个时代的这个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对，那您从您自己的角度，您说你比较欣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如何看待今天共产党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比如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虽然它宪法里面还声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叫共产党的名字还叫共产党共产主义，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贫富分化，而且权力被这个少数特权阶层所垄断。那么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就是
国家资本主义，就有人说他把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最坏的东西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嘛，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分开这个最坏的事情，两个都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嘛。这个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思路来说的话，工人应该代表国家的这个主人嘛，就是农民也应该代表国家的主人公。那么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是邓小平的时代开始先富起来，有权的人就代表先进技术的先进资本的就是换句话说发展经济的推动力量才会代表国家的利益，并不意味各个工人能够代表国家的利益。这个逻辑是如果说我刚刚开始提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逻辑说出来的话，原来的马克思列宁的通过他马克思列宁的想法的思想的话，通过国家的利益才能发挥出来个人的最大的力量了。这是逻辑上是很好的，没有错误。这是所谓人民民主主义的一个原来的好的思想啊。如果是真正能够实现的话，非常非常美丽的、很理想的这个思想。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实际上的这个历史的研究来证明的话，还是通过国家的利益压制个人的利益是历史上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想法是没有能够解决。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原来就开始20年代、30年代的老的思想了，是我的想法。那就是经过习近平上台，中国和西方关系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还有我们看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包括在新疆的维吾尔集中营和这个种族灭绝，还有在过去几个月刚刚发生的白纸运动，那您对中国还有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困难，那在这些背景下，你如何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变化？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化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呢，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意识到怎么样能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你自己怎么想呢？就是年轻人和这个在
党国制度在内，发挥出来他们的资源的资本家也可以，官僚也可以，他们的力量是到什么时候一直继续下去呢？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应该有很严重的毛病，通过欧美的思想或者是欧美的政治上的制度上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当然会有机会把自己的这个政治体制相对化，通过这样的相对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能够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有很严重的毛病，所以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起来的话，慢慢会怎么能够一下子改变中国的情况，或者是慢慢能够改变这样的制度，我都说不清楚，因为中国的政治啊，有的时候通过大事件，比如说就像那个89年的那种大事件发生了之后，就根本的会有根本的这个体制改变嘛，所以有一个体制到了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怎么说极端的程度到了极端的程度之后，就变为一个新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也是会发生的，所以慢慢的改变也会有，一下子改变的机会也会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这一点是很难说嘛，所以我也什么样的想法都说不清楚。对，有人说中国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这是很难预测，的确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对，就是它可能比我们很多人设想的更快，或者更慢。更慢。对，它可能比乐观的人设想的更快，也比悲观的人所设想的那个民主进程更慢。好，那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访谈，很好。